陈吉，你在1周之前弑母，并与尸体共度3天，之后被确诊为精神分裂症，现在已转到我院监管。现在还有什么想说的吗？他们都说我杀死了自己的母亲，可是我杀的明明是鬼。你是说，你母亲在10年之前和你父亲一起出车祸死了？2周前有鬼顶替了张素芬，搬进了你家，所以你才对她痛下杀手。陈吉，你妈妈的户籍上从未上报死亡，你家邻居也能作证。这18年来，张素芬一直住在阳光小区，也就是你家。我只相信自己的记忆。我又给你加了一副药，回去按时吃。你说冒牌张素芬2周前搬进你家，为什么过了1周才动手？因为我很想她，即便知道是假的，也想陪她1周。进入精神病院第1天起，陈吉就看见了唐琴脸上那颗诡异的左眼，而这些护士身上散发出的明明是画皮鬼的腐臭味道，是那个顶替了妈妈的东西。员工栏明明没有唐琴的名字，可这个医院的所有人却像认识了她很久一样。看来这种画皮鬼还能改变人的认知。赶紧把这些东西装上去，可千万别让那个杀人犯逃出来。谁寄来的快递？这是什么东西？神秘的传票让陈吉脑袋刺痛，也让他想起了被尘封的记忆。原来自己的妈妈早就车祸死亡了。家里那个究竟是谁？这个精神病院里有鬼，我必须想办法逃出去。陈吉，你还站在这儿，你不睡了？我现在就回房，绝不能跟他回去，否则会死。这张传票是我唯一能逃离这里的东西。陈吉，你不怪我？那到底是什么怪物？这传票没写港口，没写出发地。如果它是真的话，最后可能的出发地就是这个精神病院。可是，怎样才能找到那个出发地呢？陈吉，再不开门，我们就闯进去喽。怎么办？还真是河。陈吉，你躲不掉了。他进了玉盒，我感觉到了玉的气息。一旦陈吉的玉打开，除了他，我们谁都看不见。都在这儿给我守着。他回来的时候，一定会在这里出现。陈吉，我们找了你这么久，你可千万别死在里面。这不是河，难道这是传票的目的地？复读中学，这是现实世界吗？又是新手。这里是玉，玉就是一片镜面世界，在这里发生什么都有可能，有可能是现实的投影，也有可能是一片虚构的空间，
被拉入狱的前提，就是收到那张老船票。竟然是这样！一旦进入过这里，以后必定还要再来。没人知道有多少个狱，但不会改变的是，每个狱都很危险。只有找出规律，完成任务才能过关。回到现实世界，他们才是这里的学生。在跑操吧。这个私立的教育机构叫勤学教育。我们的任务是什么？这肯定是谁搞的恶作剧，一定是！这不是恶作剧。你们快看，那黑板自己写字了。我们必须要活下来。是，存活任务。陈吉，你怎么在这儿？陈吉是谁？他就是那个上了电视的精神病，他杀了自己的妈妈，他是疯子。我杀的不是我妈，是鬼。鬼是杀不死的。我知道了，你们和这个变态是一伙的，你们都想合伙害我，是不是？陈吉之前怎么样？和这里无关。任务马上开始了，不利于团结的话不要说。哼，不愧是老公。跑操马上结束了，我们是不是该把卫生打扫一下？方家说的对，我们要尽快带入到学生的角色。好可怕的眼神！曾明伟，你在干什么？刚才在读书啊！你是在读书还是在睡觉？自己心里清楚。要是每个人都像你一样，这早读还上不上了？自己站后面去，下课铃没响，不要回座位。罚站好像也还好，没那么简单。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，人非生而知之者，孰能无过？我靠，什么东西？回头啊！你们回头看看我，救救我！这才是真正的惩罚。赶紧清理干净，马上要上第一节课了。哼！缰绳要系牢，解题过程。还好，躲过一劫。这一次的狱只和规则有关，只要不触犯禁忌，我们应该能撑到第3天。我总结了一些规律，在这个学校里，我们必须端正听课，不能偷偷说话，不能走神，否则就会遭受到严厉处罚。接下来的课程里，各自小心点。好不容易熬过上午的课程，就让我们睡这。命都不一定能保住，就别跳了。我听说这学校就一栋宿舍楼，男生在底下2层，其余全住女生。抓紧时间午休吧，下午还得上课。是我，丁香，快开门！我被单独分到一间宿舍了，我的舍友回来了，他们都不是人。他跟你一个宿舍吗？是的。你看到什么了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，没有脸。他一直跟着丁香，在前面的宿舍门后偷看。哪间宿舍？最尽头，门上没有窗户那个。没有窗户，那是宿管的房间。无论在哪个学校，异性都不能互传宿舍。他去告密了，这可怎么办？被抓到了，整个宿舍都得死。
我警告你们，再不开门，所有人都会受到处分。老师，大中午的突然过来，有事吗？他绝对在这儿，我亲眼看见他进了这个屋。要是找不到他，你该知道自己会面临什么惩罚。怎么会这样？这柜子之前不是放这儿的吧？老师，这不是我们摆的，我们刚搬进这间宿舍。我知道了，他藏在被子里。老师，我们宿舍根本就没别人。刚才怎么了？刚才舍管从衣柜里拿走了一支笔，他专门拿走那支笔，是为了什么？这里以前是女寝吧？我寝室柜子里也有男生的东西。男女寝室变换，难道藏着什么秘密？这玩意儿跟玉的任务没关系，别管了。还有20分钟集合。向窗户走，别发出声音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学生就该有学生的样子。个别同学上课不好好听，下课还要弄些歪门邪道。要不是宿管告诉我，我还不知道有人背着老师私下偷偷玩笔仙。储物柜里的那支笔，这些诡异的现象和禁忌，明显不是人类所造成的。难道是有人在玩笔仙的时候放出了恶鬼？到底是谁召唤了笔仙？你们中有谁知道是哪只害群之马带起这股风气的？明天晚自习之前告诉我。梦月情绪很差，一直在哭。他还说什么？有没有提笔仙的事？没有。我去找他。梦月，你到底怎么了？马上就要上课了，你想去哪儿？我不想回去上课。为什么？别担心，事情都会过去的。不会的，笔仙已经帮我看了，这1周我就会被开除，而且3天内我必死。果然是他。是因为被开除，才导致了梦月的死吗？如果是这样，笔仙为什么要专门提到1周？其实我觉得，最多等到明天，这2个预言就会实现了。柜子里的钢笔是换宿舍之前就放进去的。梦月召唤笔仙的时间不会晚于昨天晚上，明天就是最后一天了。唉，这任务可真难完成啊！老子还是第一次感觉看到男人的脸能让我这么高兴。说实话，看到你和陈吉的脸，我比较顺眼。这很正常，老公。根本原因还是因为我比较帅。滚！还有，别他妈这样叫我。这是之前住这的人留下来的吧？早读时打了2分钟瞌睡，我就被张老师赶去罚站，还被当着全班羞辱。他说我是个垃圾，是不学好还带坏别人的老鼠屎。能留我在学校，是因为当时妈妈哭着求他。他说妈妈差点就给他跪下了，还说我以后和我父母一样没出息。张老师骂完我后，大家都在嘲笑我，丽和梦也不愿意理我了，他们也觉得我是老鼠屎吗？幸好还有月。这老师说话也太难听了，算人格侮辱了吧？他太脆弱了，换作是我，早一巴掌扇上去了。他这最后一句话什么意思？是笔仙，他要问笔仙。草稿纸上提到的月，应该就是孟月，丽应该叫李小丽。
之前我在柜子里找到这个名牌，可是这个日记里的我是谁呢？你们觉得这个副本真的只是遵守规则就能活过3天？现在掌握的线索太少，问这种问题没有意义。明天起来后，我们先把宿舍的名牌拆掉，看看藏在我们名牌下面的几个女生究竟是谁。你们说孟月明天如果真死了，会是被谁杀的？嘘，都别说话。我操！都别说话，快睡觉。怎么了？是孟月，她要跳楼。要跳就跳，装什么？不要！孟月，孟月只是狱里的 NPC， 她的难过出现的太过突然，带着一丝诡异的不合理。她解脱了也不算坏事，走吧，该上课了。为什么学生对教室里的惩罚并不在意，但对于孟月的死反应却这么大？因为他们认知失调了。我也觉得他们没法接受现实，所以扭曲自己的认知，强行让自己觉得老师的惩罚都是合理的。但孟月是自己选择了死亡，和他们不一样。都来这里了，还讲什么逻辑？这一切什么时候才能结束啊？同学们应该都知道，孟月在今早跳楼自杀了。只是我觉得顶不住一丁点压力，这样的人就算活了下来，也是社会上的垃圾。你们说是不是？昨天找出来那张日记的事，你们有没有和女生们说？本来想说，孟月的事情一出来后就忘了。怎么了？你还记得吃饭时丁香说的话吗？他问这一切什么时候才能结束？这是日记上的最后一句话。而且你们不觉得吴燕和方家，甚至丁香，都对孟月的死反应太大了吗？明明我们所有人都知道，这是孟月必然的结局。他们可能只是同为女性，比我们更能共情。有可能，但是我在孟月的尸体旁边捡到了这个。这是第2张日记。我开始觉得召唤笔仙并不是一个好主意了。昨晚月问他自己什么时候能考上大学，他却说月会被开除，3天内必死。月一直好好听课，怎么可能会被开除？下午宿管发现我们在玩笔仙，张老师发了大脾气，对全班宣布说谁举报玩笔仙的人，谁就能免除惩罚。月的情绪越来越差，我知道他一定是觉得笔仙说的开除是这个原因。下课我去问他，他一直哭，不愿意再和我提笔仙的事。我好害怕，怕自己被发现，更怕月因为我而受到牵连。你们再看这个，这不是你在孟月的尸体上发现的吗？为什么这张日记提前经历了她的死？我怀疑这封日记根本不是现在写的。你是说，我们只是在经历这张日记里记录的3天？对，我们遇到的事件都已经被日记的主人经历过。值日，笔仙被宿管发现，老师要求互相举报，以及孟月的死，一定是有人去老师那里举报了这个日记的主人。要想破解这个谜题，就必须得找到第3张日记，才能提前知道后面会发生的事。我们怎么知道他在哪儿？今天晚上熄灯后，我要去将宿管房间里的钢笔偷过来。你要干什么？赵笔仙，问他最后一张日记到底在哪？你想请笔仙，疯了吗？要是被老师发现的话，我们会完蛋的。丁香，你还记得我们来这里的目的吗？遵守这里的规则啊！你们忘了黑板上的指引语是怎么说的？只有找出规律，才能过关。不对，
明明找出规律，活过3天才是最初的目标，我怎么会忘记？不怪你，你们3个女生都被这里同化了。怪不得方家和吴燕两人变得越来越奇怪。你看看这个就知道了，这是我们在储物柜和梦月尸体旁找到的。原来是这样，还剩最后一天，你想通过笔仙找到最后一张日记吗？没错，我们正处在被日记的主人创造出来的世界里，只有找到最后一张日记，才知道该怎么破解。而我需要你们的帮助。去社管室，快趴下！上面柜子里的是什么？是眼球，用的眼球，差一点瞳孔就转过来了。我操，太阴了吧！这谁反应得过来？是之前告密的学生。钢笔会不会在他尸体后面？没有。难道在那堆眼球的盒子里？笔在他头发上。社管来了，必须想办法拖住他。社管怎么没动静呢？完了，他发现自己的房间被人撬锁了。快走，别管我！那就开始了。笔仙，笔仙，你是我的前世，我是你的今生。若与我血缘，请在纸上画圈。最后一张日记在哪？怎么回事？笔仙失控了吗？明天一早，我们去这个体育器材室看看。运气好的话，还有7个小时，咱们就能离开了。老公，你的腿怎么办？除非死，里面的伤带不到现实。你们动作迅速，我在门口帮你们看着。这里发生过火灾，日记不会被烧毁了吧？杜庭风，你快看，这边有很多汽油。别管这个了，日记到底在哪里？难道真的被烧毁了？这下完了。陈吉，你快看！昨晚我没回寝室，丽、梦、月都自杀了。这间我们曾经彻夜畅聊的寝室里好安静，只剩下我一个人。我躺在月的床上，很想哭，但却一点眼泪都流不出来。是笔仙害死了他，让他害怕自己被开除，才会去向张老师告发我们。居然是梦月搞的谜。张老师骗了我们，他不仅要开除我们4个，还要肆意羞辱我们。所有看不起我、无视这一切的人，还有宿管和老师，你们都该死！我已经做好决定，明天一早，这座校区里的人都要在大火里给他们陪葬。这个任务里有陷阱，就算不触犯禁忌，到了今天，我们也必须要死。为什么？今天上午他会屠校，杀光所有人，去教学楼天台，那里才是唯一的生路。快跑！
老狗，拉我们一把！皇上，你疯了！笔仙，笔仙，请问我能在这次的游戏中活下来吗？别怪我。教室只能听和文，看不见，所以他才泼我一身汽油，好迷惑对方。我们必须马上查出那个日记到底是谁写的，他才是这个世界最大的恶鬼。去查查秦表，他在日记里说昨晚没回寝室。你想请笔仙，疯了吗？他们竟然要请笔仙，可是这会违反学校规定啊！万一被老师发现，以为我也参与了，那可怎么办？做学生就要有学生的样子。老师，我要举报。看28号的，怎么是他？怎么会这样？到底发生了什么？吴燕和方家到底去哪了？什么？进来！是方家。怎么是你？笔仙骗了我！什么？方家是日记的主人，也是这片域最终的恶鬼。那天没回寝室的人，只有方家。他到底想干什么？方家的目标是屠校杀光所有师生，我们也是学生。龚胜刚才在体育器材室摆了我们一道，如今肯定已经抢着去天台了。可是吴燕呢？问问笔仙。他果然被同化了，现在我们该怎么办？上天台。嘘，老师下楼了。怎么了？这下不管是上楼还是下楼，都会很危险。你们在这儿啊！我操，笔仙骗人！方家，张老师在这里。敢骗我，找死！
看来他还是更想杀了你的教师。我们先出去。坚持一下，马上就到天台了。女老师的鬼体被方家杀死，引起了他们的异变。我操，有完没完了？好痛！没想到这边对教师还真有作用。我们的任务完成了。等这次任务结束，我是不是会直接被传回之前所在的地方？等到任务结束，我们会先被传到一条河流里，也就是玉河，穿过玉河才会回到现实世界，也就是你进来前所在的地方。我想请你帮我个忙。想让我帮你逃出精神病院？对，我们的口音很像，你也是天海市的人。我确实住在天海，但我凭什么帮你？你被困在宿管房间的时候，是我救了你。我也救过你，在器材室，咱俩扯平。钢笔可以杀死这里其他鬼物，但对我没有副作用。你就不想知道怎么抑制你那枚筹码，好运过后必然会出现的霉运吗？行，我可以帮你，但不是因为这个。有个人曾经告诉过我，你根本没有精神疾病，所以我相信你最开始说的话。谢谢。直说吧，需要我做什么？从我们回到现实世界的那一刻起，20分钟之内，你必须到达医院的正门口，在那里接上我。没问题。卧槽，你们快来看看！他就算变成了鬼，也还是要重复自己之前的行为，将所有人都杀光吗？这就是他的执念啊！执念不是那么容易就会消失的。快走！我们终于又能聚在一起了。这就是玉河。丁香呢？应该是已经走了，他比我们出来的早。这里一共有28个巨像，如果你够幸运的话。这是……你果然被选中。这是什么？这是玉河印记，并不是所有通关者都有。上次被赋予印记的是我。下次进入狱之前，印记会发出灼热感来提醒你。这笔还能用吗？可能是出没口堵住了。装点玉河的水进去试试。你疯了？装玉河的水？他怕玉河的水吗？他还没死啊，居然离开副本还能用。那你说说看。提前10秒能改变什么？我就知道这家伙藏了一手，
改写命运的能力比预言强悍得多，能让你在狱里比别人多活一次。这里就是通往现实世界的入口。下一次见面的时候再还我。一会儿见。注意看，这个男人叫小帅。接下来发生在他身上的事，你肯定意想不到。一个两个都翘班，居然让我来顶监视器。他都逃出去了，怎么可能还回来？电路又故障了。陈吉，喂，我是唐琪。唐医生，2C01病房里，陈吉忽然出现了，是从空气里忽然蹦出来的。关闭所有电梯，你现在立刻赶过去，在2C01外守着。如果陈吉已经出来，立刻把他抓住，不能让他逃出这个楼层。可是，立刻关闭电梯，陈吉不是鬼，1分钟之内你会出现在2C01门口。是。你挺面生啊，新来的。你在这看好陈吉，我有急事跟唐医生汇报。那你赶紧去吧。还好还好，人还在。10番以上，陈吉把我打晕，偷了我的衣服，逃出去了。医院再打电话时，只会听到忙音。我逃走的消息泄露，唐琴肯定派人在应急楼道堵我。我必须去监控室把员工电梯打开，乘坐电梯下楼。这小子要想离开，必定会从这边跑的，都给我盯紧了。明白。今天究竟怎么回事？闻一闻，你能感觉好一点。谢谢。你可不可以带我去住院部外面透透气？在这里我呼吸不上来，特别难受。我想想。好，到时候我就说你是我妹妹，你焦虑症发作了。你是探院的，现在医院发出指示，谁也不允许出去。我妹妹她焦虑症发作了，必须得去室外呼吸一下新鲜空气。半个小时之内记得回去，不要出医院大门。他们怎么不动了？陈吉，我抓到你了！抓住他！居然断电了！可恶！我被反噬了，为什么这片区域会忽然停电？金姐，别急，我正往医院门口赶。站住！陈吉跑了，接走他的那个人手里有一件超 A 级鬼物。那是，我看到陈吉了，给我截住他！
它在现实也能用吗？技能用不了，但被动可以。这些从狱里带出来的东西统称鬼物，很多鬼物也没法在现实中使用，因为它们只有一个技能，而这个技能只能在狱里发挥作用。但也有少数的鬼物天生拥有一种被动特性，比如说这枚筹码，还比如说你的那支钢笔。钢笔的被动就是提前10秒的死亡预警。筹码的被动就是有2000为基准，数值越大，我的幸运值就越高。它上面的数额时刻都会变化，如果数字超过3500，我基本上做什么事都会非常顺利，不会遇到一点阻碍。如果面额到了4000，就会像刚才那样。现实中你的幸运值不会到5000吗？只有在狱里，我才能主动使用技能，将额度提到5000，这也是上面的最大值。每24小时我只能使用一次技能，持续时间大约在10分钟之内，之后我就会受到3分钟的强烈反噬，运气一落千丈。对了，我接你来时，你身后有个女的一直瞪着你，那是你的病友吗？不是，是个入狱者。这个叫唐琴的女人至少有2个能力，一是心灵暗示1分钟之内你会出现在2C01门口。 2是通过光线操纵他人。通过光线控制人这一点，我也是停电后才发现。我被反噬了，为什么这片区域会忽然停电？那他是人是鬼？人，我和他近距离接触过，不过他身边有一只鬼，不知道属于谁。陈吉这个人面临的事情太复杂了，他身上到底有什么吸引这群人的东西？你一个人住在这儿吗？这也太大了吧！我回来了。我给你留了饭。咦？嫂子，这是我姐啊，她叫杜墨雨。姐，我刚才出门就是接她去了。这位是陈吉，对吧？我研究你的案子很久了。我姐是一名心理咨询师，她一直跟踪着你弑母的案子，研究过庭审的视频，甚至想办法弄了一份当时的笔录。也正是她告诉了我，你并没有精神疾病啊。这几天你就先在这歇息吧。好。好痛！怎么了？2次狱之间的间隔最少隔多长时间？你刚从狱回来，还不到1天吧？我该说你是特殊，还是太倒霉了？所以，下一次进狱的时间是现在吗？对，5分钟内。要小心。你好，我叫左世明。我姓陈，叫我小陈就好。左先生刚加完班就过来了吗？那不是，我开网约车的。有工作，那应该不是狱里的人。在哪儿啊？
这是哪里？这里是狱。狱里有什么？会很危险。有鬼会杀人。鬼而已，有什么可怕的？菲儿，左老头，玉的指引还没出现吗？人还没到齐。我叫慕容晴，不是新人。我是吴中海，一名数学老师。这是我第一次来狱。过去的从未逝去，逝去的从未离开。任务目标：逃出丽婷公寓。电梯出故障了，这2天用不了。2台都坏了吗？左边这部货梯坏了，右边的客梯也有些毛病，最好等一起维修完再用。几天能修好啊？至少1周。他就这么走了？他这算不算离开公寓了？算，他可以，但你不行。如果不想死，就不要靠近那里。光这么等着也不是办法，我们分队上楼探查情况吧。慕容晴和吴中海去2楼，圆圆和狐狸去4楼，我和庄瑞去3楼，小陈，你和菲儿去5楼吧。你太慢了。菲儿，陈杰，他怎么知道我的本名？啊？你身上是什么味道？你干什么？你家种了晚香玉吗？晚香玉是一种白色的花，像麦穗一样，有很多花苞，香味很浓郁。昨天卧室里确实放了一瓶这样的花，记不太清了。不知道，应该没有。你闻错了。也许吧。你一间，我一间，有什么异样就喊我。行。我身上这香有什么问题吗？这是浓重的血腥味。这里究竟发生了什么？鬼干的？不一定，也可能是人。尸体呢？尸体消失了。亲爱的微微，虽然你没有邀请我来你的婚礼，但作为你大学4年最好的朋友，我还是衷心祝愿你新婚快乐，祝愿你和你老公的生活是你以前期望的样子。无论如何，有空一定要来海边找我。这是新娘的朋友寄来的信。远哥，新婚快乐！1年没见，你竟然都结婚了，这速度也太快了，小弟佩服。虽然我知道这个时机不适合说这种话，但我真的没想到你娶的居然不是小月。你们可在一起那么多年啦，你匆匆就走了，没和我们兄弟嘱咐一声，希望你是真有自己的难处吧？你怎么看？
女的叫微微，男的叫远哥，他俩刚结婚。不是，你仔细看看，他俩结婚之前似乎和朋友都不再来往了。这2封信的语气阴阳怪气。啊？是吗？201有人死了，满地都是血。305被灭门了，找不到尸体。502市也发生了命案，一样没有尸体。这3起命案如果真的有联系，那我们找到凶手的可能性会大得多，线索也会更充分。吴老师，你那边是不是也没有尸体？我还不知道，门厅里都是血，我没敢进。慕容自己进厨房了，其他房间怎么样？他比较清楚。菲儿，你去2楼找慕容晴，看看205室里是不是也没有尸体。好的。吴老师，麻烦你去4楼看一下，狐狸和圆圆那里是不是也发生了一样的事？我和索先生搜查一下502，等会儿下去找你们。行。你们在这屋子找到什么线索了吗？受害人是一对新婚夫妇，丈夫叫远哥，在客厅被杀害，妻子的名字是微微，死亡地点在卧室，死的时候没有反抗。钢笔之前一直没反应，怎么突然扭了一下？小心一点，别丢在哪里找不到了。都太浅了，总这样。你可以用绳子把它串起来，挂在手腕或者脖子上。我侄女的手机也总是丢，后来买了个手机链就好了。这对新人和朋友的关系不太好，应该是闪婚。而且他们没有婚纱照，甚至连一张合影也没有。左先生，女方教育程度很高，不过同一年，微微还在读外文资料，并认真的做了很多批注。也是同一年，她选择了在家旁边的小超市里帮忙，这是为什么？201室至少死了2个人，同样没有尸体。走，下2楼。其中1名死在这里，没有搏斗的痕迹。另一处死亡地点在这里，好浓重的血腥味。我和庄瑞查看的305室和这里的装修很像。我拍了几张305的照片，除了卧室之外，其他房间的照片都有。卧室我不敢拍，里面都是血。3楼也死人了？对，一共3起，分布在2、3、5楼。4楼没事，你还挺幸运。这有什么可幸运的？可能慕容觉得有命案的地方比较危险吧。他想的可真多。看照片吧。305也只有1间卧室，另外2间，一个是茶室，一个是储物房。卧室里的血迹全部集中在床上，以出血状况和分布范围来看，2位老人是在睡梦中被杀死的。他们3家认识吗？两户独居老人，一对新人，怎么看怎么像是夫妻和双方的父母。我没在305看见任何和另外2家的联系，不过他们那里杂物太多，也许有，只是我们还没找到。这冰箱有食物，拿到4楼煮了吃吧。这些食物能吃吗？你可以不吃，饿死也行。为什么慕容晴对新人总有一丝恨意？没事，能吃。他们死了没多久，
这些菜还没放坏。左老头，你的厨艺没有退步吗？吃完饭了，继续搜查。好。像遗照。他是谁？他们死的日期分明就是2079年6月，那为什么他要在9年之前自己还活着的时候拍下一张遗照？王丽君应该是照片里女人的名字。就是了。怎么了？有鬼！这是狱里，肯定有鬼。大堂很安全，什么也没有。我真看见了，他就在我前面，走到1楼就不见了。别怕，你现在仔细说一下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我从4楼下来，想去1楼看一下水费单子，看看其他户是不是停水了。走到3楼和2楼中间的时候，我就听见一道脚步声从3楼的楼梯口里走了出来。那个脚步声很轻，跟着我一路下了楼。我以为是菲儿。刚才我和菲儿一直在搜查，没出去过。当时我以为是，便跟菲儿打招呼，谁知那人一句话都不说，而且他离我太近了，脚步声几乎就在我身后发出。我立刻就扭回头，刚好看见一张极度苍老、布满皱纹的脸，紧紧贴在我耳朵后面，他一直都靠在我的背上，下的楼梯。没事的。他不是这个年代的人，大概70、80岁，穿着一件老式的黑袄，那种款式我只见过我太奶奶穿过。接着楼上传来你们的脚步声，那个老太婆又看了我一眼，走到楼梯后面就消失了。既然不能下去，为什么还要建这几阶台阶？这不是新建的。你看看，是不是这个人？就是他，就是这双眼睛，我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吓人的眼睛。你确定？没错。陈吉意识到不对，王丽君2070年才40多岁，怎么可能会如吴中海所描述的那么衰老？确实就是这张脸，但那个老太婆下巴上有个痦子，而且她的脸颊没有这么凹陷。有没有可能不是这张照片上的女人，但是和她有亲属关系？比如说母女？应该就是这样，年龄也对得上。但他为什么没有把你杀了？我怎么知道？我死了对你又有什么好处？当然有，你死了，我们不就知道鬼杀人的手段了吗？你……好了，吴老师，至少你现在很安全。他看不起我们这些新人，我知道他年龄比我小，我不想计较那么多。况且我下楼本来也是想帮大家做点事。小陈，你年纪小，可能没给家里交过账单，所以不知道水费的单子里可能有很多信息，比如说每户的用水量、欠费信息、户号之类的。从中可以看出这一栋楼最近有多少人居住。你想检查一下丽听公寓里是不是其他户都搬走了，只剩了3家发生命案的。菲儿，怎么了？遗照里的女人就是被杀的2人之一。快去看一下201，还有502室的户主都叫什么？说不定他们3家是亲戚。201室的受害者是丁小琴和王素，至于502，这张水费单上没有他们的名字。王氏大姓，姓这个的很多。王素和王丽君也许是兄妹，但也说不准。知道了这些有什么用啊？又帮不了我们逃出公寓。不如你去找个锤子把门砸了，咱们就可以出去了。庄瑞，你要是玩过 RPG 类型的游戏，就应该知道这3间屋子几乎等于地图上专门给你高亮的任务点。你要是有空就拍一拍公寓，等到晚上集合时，大家一起看看有没有什么之前没注意到的地方。丽听公寓里，无论是玻璃大门还是房间里的窗，望出去都只是漆黑一片。也许只有找出逃离公寓的方法后，这一切才会恢复正常。以防疏漏，8人重新分队，换区域搜索。
陈吉和狐狸转移到2楼201室。我和圆圆还有左先生将客厅翻了一遍，但什么也没发现。 201室的住户为丁小琴、王素夫妻，2处杀人地点分布在客厅的沙发和厨房。这么多东西，先把这些箱子搬出去。这层是女孩子的卧室。小陈，你看这里，是不是有很多粘贴的痕迹？这里原本应该贴了很多奖状，如果能找到奖状上的名字，就可以确定502的微微是不是王素的女儿。 太晚了，先回去，明天继续找。来吃饭吧，饭后让女士们住卧室，我们几个男士睡客厅。吴老师，一会儿咱们上楼找找被褥。好，我也去。白天一共确定了2个房间的住户，只要能找到他们之间是否有关联就……发生什么事了？我刚才好像睡着了。圆圆，快醒醒！这是怎么回事？快下楼找其他人。电梯出故障了，这2天用不了。跟昨天的话一模一样。啊！我怎么会躺在地上？得想个办法出去。 时间滴滴答答的过去，电梯并没有上来，到底怎么回事？从一开始，电梯旁的显示屏就坏掉了。吴中海也无从得知现在电梯停在了几楼。5楼发生过命案，他不敢走楼道，于是，在狭小的电梯间里踱步。救我！电梯坏了！有人在里面吗？难道是小陈？还是左老师困在里面了？别急，我来救你。 你先试试，看看能不能出来。你还好吗？难道缺氧晕过去了？左边这部货梯坏了。吴中海撬的是左边的电梯，没有人能使用左边的电梯。吴中海全身的血液一瞬间凝结，没有停电，里面这么黑，因为那本来就不是电梯强项，而是电梯进来。 昨天不是来过了吗？为什么要再修一遍？你在说什么？你们昨天才报的抢修，我是第一次来。第一次来？那昨天来的是谁？而且这都没电话，谁报的抢修？你还记不记得昨天拍摄电子表的时候，上面的日期是几号？我看看。 我们被困在这一天了。我们会循环几次？不知道。你们昨天有看见任何和时间相关的提示吗？日历算不算？3间发生命案的屋子里都摆了日历，也许上面会有线索。先去201室吧，我记得他们的日历就在客厅墙上。等等，吴老师呢？ 左先生，吴老师去的几楼？5楼。老师来了。怎么会这样？是谁杀的？那个鬼婆婆。或许会有什么线索。
先回去吧。杀死吴老师的不是鬼婆婆，丽听公寓里不止一只鬼。我刚在电梯门口听到了一个男人的笑声。王素、陈建国，还是502被杀的远哥，是502那个男人吧？从维修工出现之后，左侧电梯一直在1楼没有动过，也就是说，鬼的活动范围其实是电梯井，它就横跨整栋楼了。以后大家都只走楼梯，不要靠近任何一层的电梯门。等等，我们不是循环了吗？为什么这只鬼上个循环没有出现？有没有可能他们是一天出来一只，每一次循环出现的鬼都不一样？不排除这种可能。从现在开始，所有人一起行动，先去305看看日历上有没有线索。留下的表坏了吗？哪个才是真日期啊？我看看照片。昨天拍的照片是6月13日，那今天的挂历应该是6月14才对。难道谁把挂历往前翻了一页？当201、305、502室里的日期和大堂的日期一致时，循环就会结束，也就是6月7号。一共6次循环，算上今天，我们还有5次机会。如果循环结束了，我们还没逃出去，会怎样？会死，这是肯定的，就是不知道怎么死。但我觉得最大的可能就是我们将回到命案发生的当天，代替这3件命案里的死者，但凶手会是鬼。502室死的妻子是不是叫什么薇？果然是她，她是这家唯一的女儿。学霸。录取通知书上的日期是2078年，如今才79年6月，她不可能1年就读完博士了吧？难道王薇薇读博读到一半，辍学回家结婚了？他就算辍学了，也不至于沦落到去超市帮忙，可选的工作还有很多啊。因为超市离家近，那家超市就在丽听公寓旁边。我总觉得这不是王薇薇自己选择的路。如果王薇薇真的心甘情愿，她就不会在辍学后还主动购买最新的国外资料来学习。你的意思是有人在逼迫她？这也说不准，也许他家里人生病了。下午吃完午饭之后，在305室的搜查里，众人发现了一些老文件和照片。这些资料不仅关乎201室和305室之间的联系，更揭露了丽听公寓的历史。照片里的第3个人就是吴老师遇到的鬼婆婆王丽君的妈。只是没想到王素居然是王丽君的哥哥，两人连胎记的位置都一样。兹警告：原王家村将于2089年7月改造完毕，分为吉祥苑、平安苑、幸福苑3栋新式筒子楼房。王家村原住民将基于原本住址分配进不同单元。拆迁通知单为了改善城市居住环境，提升居民生活质量，经市政府批准，决定对吉祥苑进行拆迁改造。新的住宅项目命名为丽听公寓。王丽君的家族到底在这个地址生活了多久？过去的从未逝去，逝去的从未离开，难道是这个意思？201室的王素和305的王丽君是兄妹，王丽君是502室王薇薇的姑姑。王家在这片土地上也许已经生活了100年，从王家村、吉祥苑一直到丽听公寓。鬼婆婆则是王素兄妹的母亲，不知道为何会在这所公寓里游荡。关于那只电梯鬼，我认为它的弱点就是被困到电梯井里了，只要不用电梯，对我们造不成太大威胁。吴老师死得真冤！过去的从未逝去，到底什么意思？难道说3起命案中有人没死？可是这里没有活人啊，除了那位电梯工。明天下个循环，观察一下电梯工。按年龄来看，如果他真是这座公寓里的居民，那只能是远哥。晚上10点50了，从现在开始，所有人不得离开403。我要睡了，那我们也回去了。那大家收拾一下，都休息吧。和昨天一模一样的时间，8点15。昨晚你失去意识后，没有立刻结束循环，大概持续了2分钟。哦，这2分钟到底是常规加载还是别有深意？你很厉害啊！这是钢笔的被动技能“死亡预警”，也就是说，我将在7秒钟后死亡。死也不能不明不白的死在这里，我得给其他人提示。
大家。怎么了？卫生间刚才有些异样，我洗脸的时候听见身后有脚步声，但一转头又没人。什么？昨晚我们去过卫生间，并没发生怪事。以防万一，大家都不要再去卫生间了。唉，难道还真是新的循环就有新的鬼？先去大堂。电梯出故障了，这2天用不了。左边这波梯坏了，右边客梯也有小毛病。等一下，只能等下次循环了。这是我们度过的第3次6月7号。现在可以确定的一件事是，丽听公寓里并不是每天刷新不同的鬼，而是每次循环都在新增。丽君，他要去追鬼。小陈，他走了。你没死？王丽君不会害人，他走出去后飘进电梯里，接着就消失了。你跟着我干什么？谁在说话？你要带我去哪儿？太好了！庄瑞，你在干什么？快出来！鬼不是在卫生间吗？为什么庄瑞还是死了？不是卫生间有鬼，是镜子。把它掰回来，看看还有没有救。庄瑞没有心跳了，至少他死的时候是开心的。庄瑞应该是以为自己找到了回家的路。时间不早了，我们把找到的信息带回403，再逐步分析吧。远哥全名陈志远，26岁，于10年前考上外省大学，后留在大学所在的城市。他喜欢骑摩托车，还组建了一支摇滚乐队，有很多志同道合的好友。这个陈志远居然是王丽君和陈建国的儿子，也就是王薇薇的表哥。这不能结婚吧？这次的狱难道是个家庭伦理剧？讨论草草结束之后，所有人都提前躺好，等待循环的结束。黑夜再次降临，第3次循环，他们经历了庄瑞的死和502氏夫妻的信息，至此彻底结束。快一点，马上8点20了。你有事吗？这个公寓之前是不是出过什么怪事？这里被诅咒了。是闹鬼吧？除了王丽君的鬼魂，鬼婆婆应该早已死去很久了。要不先回去搜搜线索吧。左先生，发生什么事了？小陈，昨晚循环结束之后，我被袭击了。什么？是谁？我也不知道。它叫团子，是一只3岁的母猫。是鬼物吗？是也不是。团子有且只有一个能力，在感知到我受到致命攻击时，生成一个保护罩，可以持续10分钟。它没有副作用。这不可能，所有鬼物一定会有副作用。筹码的副作用会让运势变得低迷，钢笔的副作用会让持有者间接性撒谎。
但凡是从狱里带出来的鬼物都会有副作用，但团子不是，它是现实生活中我养的猫。团子的能力被触发后会自动陷入沉睡，在中间的休眠期内，它的眼睛会闭上。昨晚睡前我刚检查过它，眼睛还是睁着的，因此我才会说袭击发生在昨天夜里。你为什么肯告诉我这件事？你那支钢笔有一次在你裤兜里动得太显眼了。小陈，我希望你不要把团子的信息泄露出去。其次跟你说这件事，是想和你一起推理一下究竟怎么回事。我觉得袭击你的是一只我们都不知道的鬼。上次我发现我们昏迷后还要等2-3分钟才会正式进入循环。一旦过了这2到3分钟，我们的时间就会直接跳跃到早上8点15。看来那只鬼就是在那一刻袭击了我。你们刚才去哪儿了？我刚刚拉肚子，让陈吉帮忙看着外面。到现在我们都没找到逃出公寓的办法，这可怎么办呢？我们会不会死在这？还有个地方我们遗漏了。哪？1楼楼梯间后面，鬼婆婆消失的地方。搞不好又是无用功。找到了，还真的可以啊！王素是王丽君的亲哥哥吗？是，怎么了？他们结过婚。王素和王丽君，他们是亲兄妹啊。难怪王薇薇会和陈志远结婚。王家兄妹结婚之后，不知道过了多久又离婚再找，才生下了陈志远和王薇薇。这里还有一封信。儿子，前几天老太太走了，享年78岁。她死的时候脸上很高兴，她说终于能逃出这困了，她一辈子的牢笼了。孩子，妈妈也曾尝试过逃离，可是没有用。哪怕我们的家族只剩下了一个人，这个诅咒也永远不会结束。这是王丽君写给陈志远的信，信里的意思是他们家族被这片土地诅咒了，无论走到哪都一定会回来。会不会是他们近亲结婚得了精神病？凶案当天，凶手精神病发作，于是杀了全家。这里是狱，出现鬼和诅咒的可能性比出现精神病人的概率大多了。先回去吧，马上11点了。门外有人。门外的是谁？那个鬼拿着一把电锯。跟着我。团子，有了这东西，我一定能保命。这下完了。陈吉眉头紧紧皱起，心里飘过一丝迷茫，有种很奇特的感觉，就好像他忘了什么事一样。这种感觉非常熟悉，在被伪装成妈妈的画皮鬼欺骗的1周里，他总是时不时有同样的异样感。钢笔昨晚有异常吗？事关重大，别装死。难道我昨晚使用了改变命运的能力？可是我怎么全忘了？不行，得去找左先生商量一下。奇怪，怎么爬不到5楼了？难道遇到鬼打墙？小陈，你也在这儿，太好了！
你们也出不去了。终于找到你了。这2个人里有一个是鬼。圆圆，丽姐，你为什么不说话？圆圆，我去引开他，你快去找左先生。我们遇到鬼打墙，圆圆死了，狐狸去吸引了鬼的注意力，把团子借我用一下。没有用，让我来。这是你的鬼物。狐狸，下来，进来呀！是电锯，电锯鬼也来了。狐狸，下来！这就是电锯的副作用，对鬼施加的所有伤害会全部返还到自己身上。这是什么？鬼物。这……左先生，为什么不多倒一点？这瓶酒不能浪费，当它被喝完，菲尔现实中的生命就会走到尽头。走吧。去哪？我们去撬开电梯。你在说什么？我有个猜测，我觉得我们已经死了，尸体就在左边的电梯里。小陈，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？我们已经死了。如果我们已经死了，那菲尔受伤怎么还会流血？还有圆圆、吴老师他们又是怎么回事？电梯鬼、镜子鬼，以及我们4人亲身经历的电锯鬼和裂嘴鬼。裂嘴鬼长得和狐狸一样，那不是迷惑圆圆的手段吗？不，那就是你。你的本体，也就是站在我面前的这个狐狸，是活着的状态。2，在循环结束之后被袭击的你留下的尸体。第3，也就是你的尸体，在受到东域诅咒的影响后产生出的恶鬼。菲尔，那天的电锯鬼头上2坨垂下来的处，不正是跟你的马尾一样？而且上身瘦，下身肥，也正是因为你穿着蓬蓬裙。那镜子鬼和电梯鬼是怎么回事？电锯鬼无法离开4楼，因为他出现的前一天，菲尔是在403结束那次循环的。裂嘴鬼之所以只会在楼梯间鬼打墙，是因为狐狸在1楼的楼梯间里失去了意识。狐狸、镜子鬼出现的前一晚，循环结束之前，你们在做什么？圆圆在包里给我找白天记录了线索的纸，她的包里掉出了一个小镜子。至于电梯鬼，我们很快就会知道。另外，你们可以想想这次任务的引导：过去的从未逝去，逝去的从未离开。左世民喃喃道，蓦然意识到这句话并不单指鬼婆婆和王丽君，而是指所有人死了之后，鬼魂会被困在这所公寓里，因此鬼才会在每次循环之后新增。这就是丽听公寓的诅咒。为什么我们的尸体会存在于电梯里？如果我们已经死了，那为什么现在是活着的状态？这一切得看看电梯才知道。而且现在我们还没找到王家人的尸体。小心，杀死女主后的那只鬼就在上面的电梯井里。左先生，我们等会儿可能需要团子的帮助。顶部没有异样，尸体可能在电梯井的底部。把尸体都拽出来。没有团子。吴老师居然是被自己骗了。吴老师。给我10分钟，小陈，快点！可以出去了。
好险！我们担了这么大的危险，希望你找出来的东西有价值吧。果然是这样。这是谁？陈志远吗？这个孩子是王素和王丽君亲生的孩子，也是杀了我们和王家满门的凶手。你怎么知道？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，我先和你们解释一下，为什么尸体还存在，但我们却没有死。每次循环都有个既定的规则，就是一切物品都会刷新，即使被杀，下一次循环开始，我们仍然会被刷新出来。过去的从未逝去，每一个结束的循环就是这句话里的过去。你们有没有注意到，还有一个人也参与了这个循环？那位一直被当成 NPC 的维修工。我觉得我们的循环规律是跟随发生命案的3间屋子上的日历在往前推，而维修工则一直被困在6月6号到7号的夜里，他杀了王家3户的那一夜。怪不得他会从电梯出来，那是他藏尸的地方。他为什么要杀掉自己的父母和异性弟妹？因为这所公寓的诅咒。终于又回来了，大哥，你回来了。儿子，你终于回来了。婆婆呢？老太太已经去世了。真的要这样做吗？你没看见王薇薇他们的下场？你想一辈子都困在这里？就是，别忘了那对夫妇把你关在地下室10几年啊。那个梦说，只要把家里的人都杀了，我们就能获得自由，这是解决诅咒的唯一方法。哥哥，你要做什么？王丽君在信上写了，哪怕我们的家族只剩下了一个人，这个诅咒也永远不会结束。只要王家还活着一个人，我们就会一直被困，必须杀掉那个维修工。下次循环谁来动手？我来。下次循环一开始，我来动手。他杀掉的是活人，你不是。左边的电梯坏了，用不了。为了安全起见，我建议你们走楼梯。谢谢，再见。走。我们不从大门走吗？从电梯走。可是电梯里不是有鬼吗？诅咒结束，那些异化的鬼魂不是消失，就是在解除束缚后自行离开。不过维修工最后一句话很奇怪，再见，难道还会再见面？别想太多。这一次的狱一直给我的感觉都很奇怪，为什么到最后我们也没能推理出最后的真相？是啊，吉祥月，王家村之前发生了什么？和这片土地绑定的诅咒源头又是什么？一代又一代的近亲结婚，到底是因为诅咒，还是王家刻意为之？狐狸，你和圆圆之前就认识，你们是一起进来的吗？不是，其实只有我一个人收到了传票。我本来以为那是个恶作剧，就和圆圆说了。那道河出现的时候，圆圆一直拉着我的手安抚我，但没过几分钟，我就感觉到一股强烈的吸力从河里传来。下一秒，我和圆圆就一起被传送到了这里。什么？确实会这样。别哭了，会好的。陈吉，你最好祈祷在现实里不会碰见我。我又哪里惹到他了？我和小峰去医院了，给你留了饭，热一热再吃。他们怎么知道我什么时候回来？难道每餐都给我留了饭？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刚刚。大哥，你可算回来了。你知道这几天我帮你解决了多少多余的饭菜吗？陈吉，欢迎回家。虽然我不知道你这次的狱到底发生了什么，但我确实没遇到过这样的狱，我认识的入狱者里也没有。看来这的确很反常。你既然已经通关，就不可能再回去了。知不知道剩下的线索没有意义？简单来说，上次狱的未解谜题已经和你没有关系了。也是。走，
陪我打会游戏去。于姐呢？在工作。那是我姐的报告单。她怎么了？哎，先天病不太好治。我有把握，没事的。玩家打也不会玩。队友没意志怎么？兄弟，你有点菜。有些失望。说说吧，在丽听公寓里，我到底改写了什么命运？11点13分43秒，你开始预测10分钟后的未来。预测的结果是，陈吉被从黑暗中出现的人影杀死。你无法添加任何不符合逻辑的多余命运，所以你只在这句话加了个前缀。什么前缀？陈吉的手机忽然提示要更新系统，在屏幕光的闪耀下，陈吉被一道人影杀死。这样吗？他很奇怪，无论如何都会出现。你说维修工之后发生了什么？你被刀插进心脏，接着停止了呼吸。怎么回事？笔仙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，我被限制了，没法害你，真的。不用害怕，现在告诉我，我被维修工杀死之后发生了什么？我听见你的心脏不再跳动，我藏在裤兜里，感觉到它在拖行你的尸体，很颠簸，像是在走楼梯。你被放在了一个很黑的地方，循环结束，我进入了休眠。楼梯，所有的尸体都被存放在了电梯底部。维修工到底将我的尸体运到哪儿了？快递员送来了一封信，收信人是你的名字。这不可能，我从未向任何人透露过这里的住址。我没有和任何人说过你在这里。你看看是谁写的，我先去收拾行李，马上把你转移。等等，这个寄信人是我叔叔。你还有叔叔？我爸妈死后，我的抚养权被指给了叔叔，可他在7年前就失踪了。你叔叔也是入狱者？他就养了我3年，我那时年纪还小，很多事情都不懂，只知道他每天神出鬼没的，老是不在家。抱歉，我不辞而别。我没想到这次的狱会持续整整7年。回来之后，我才看见新闻，说你因为弑母被捕。我可以非常明确的告诉你，你妈妈10年前就已经死了。无论他们怎么骗你，都不要信。乌苏说他看见你在玉河上漂流，我不知道你是第几次禁狱，对此了解多少？时间太短，我还要去完成一件非常重要的事，不能和你说太多。但是要记住以下几点：一，如果你在狱里看见鬼物，能拿必拿，狱的难度会越来越高，到最后近乎无解。2，不要只是追求活下去，想办法成为那个找到生律的人，必须赢得鬼宿的认可，获得28种印记之一。3，获得印记只是开始。4，印记的进化能带动鬼物质变，受到狱的限制，我无法直接告诉你原因。等我回去，过段时间乌苏会去找你。另外，这个网址有更多信息。这一个狱持续了整整7年，和你叔叔比起来，我就是个新兵蛋子。等等，乌苏是谁？他爱喝的酒吗？好像是个人名，我不认识。那他怎么知道你在狱上漂流？我不知道，每一次离开狱，我都会专门留意一下，但没看见有别的周啊。这几次入狱，有谁跟你一起出来吗？第1次入狱，就你和丁香跟我一起逃出来。丁香是个画家，很年轻，只进过2次狱，应该不是他。那第2次呢？都有谁？左世明、狐狸、菲儿。那个菲儿是不是特别矮，穿一身很华丽的裙子，性格古怪，有时候很狂躁？应该是吧，不过我感觉他人挺好的，脾气不大。你认识他？那你觉得他是不是信里提到的乌苏？不可能，菲儿是我姐的病人，她有自闭症。你是在玩梗，还是说他真有那种自闭性谱系障碍？就是病理性的那种，要不然他来找我姐干嘛？我还真不知道他也是入狱者。可能我姐知晓，但她从来不对外透露客户的隐私。其实菲尔人挺好的，他救过我的命，他对谁说话都比较直，那也是因为自闭症的原因，不怨他。或许吧，他家离我家挺近的，我把他喊过来，当面问问他认不认识乌苏。那么多年了，这网址是不是早不能用了？我怎么从来没听说过这个论坛？这个论坛早就停止使用了。最后一条帖子
是在2077年12月发出的。这个帖子有点古怪，这比几百回复的帖子浏览量都多。这帖子点不开，算了，先看看贴吧，其他加精帖。玉的难度等级由低至高 ，E 到 A， 你的1到3次玉难度在 E 到 C 中不等。通常情况下，鬼不会超过2个。生路较为简单直接，队友为新人的概率较低。3到9次玉难度跃升，生路复杂，不可能再出现 C 级以下玉，通常为 C 到 A，A 级概率小。9到12次玉。极少数人能达到此区间，本属不才也是其中一位。难度极高 ，B 到 A 之间 ，A 级概率大，能遇到的鬼物能力也越强。越往后，2次遇的间隔时间越长。这个论坛信息很有用，可惜很多帖子都点不开了。菲儿来了，木鱼姐姐，怎么是你们2个？先不说这个，你那声音是怎么回事？不好意思哈，之前骗了你，我姐今天没有安排咨询。你也是木鱼姐姐的客户吗？不是，我先和杜庭风认识的。这样啊，有事找我。你有没有听过吴素这个名字？没听过。菲儿很强吗？你是想把论坛和信都给他看看吧。你先看看这个。尾素是什么？玉盒里那28尊巨像，钢笔告诉我，我手上的那个印记是绵水眼，那是28星宿之一。原来我身上的印记叫为火虎，是东方青龙7宿之一。你们说的印记是不是在玉盒时巨像留下的？28星宿中有2只鸟类，不知道你这只是微月燕还是闭月乌。看来下次我们可以一起进狱执行任务了。尽力找出生路，才能获得那些鬼宿的认可，然后升级印记。好了，出来够久了，我要回去了。木鱼姐姐呢？木鱼姐姐，怎么会这样？你去车库把车启动，我和菲儿把于姐运过去。等等，有什么事都会说，现在赶紧去医院。我又要进狱了。这次人这么多吗？这次的狱怎么这么像印度？这么多人，鬼物概率高。金姐派下来的任务，铁定得完成。正好，咱们去那边看看。阿明，你等等我。秦姐，唐琴让他们来取走别人的鬼物，还是这片狱里产生的无主鬼物？这是活物还是雕像？还是鬼？他肚子里有东西。是鬼。在广场就是死路一条。里面的鬼恶意极厉，一旦触犯禁忌必死。那么这一次的禁忌是什么？这是一条倒着的 L 型通道。这里的黑不像是普通观赏灯，更像一种奇怪的物质。我明白了，在黑暗中，鬼同样也失去了视力，所以他凭借声音来找寻目标。怎么会这样？我触犯了什么禁忌？要亮灯了，鬼即将睁眼。
第一条规则有了：灯灭，鬼在地面，视力为零；听力加强，灯亮，鬼在头顶，视力重现，听力消失。可是他为什么只杀暴露在外面的入狱者，对躲在家具后面的人视而不见？第二条规则就是灯亮时不能观测到鬼。这不就是三不猴吗？非礼勿视，非礼勿听，非礼勿言。这赐予的指引就是不看、不听、不说。是陈吉。反正你都要死了，赶紧把鬼物交出来。上次那男的被我们坑了之后，居然还能爬出去，笑死我了！你记不记得他的样子？腿都没了，跟个被斩断一半的蠕虫一样，滑稽的要命。他应该是还想着要把线索给他那新人小女友说吧。不知道那女的最后活下来没？还真得感谢她。对了，她叫什么来着？好像叫慕容晴。没想到慕容晴死法跟她男朋友一样。来不及躲到躲避物后面了。我们的鬼物指南针可以和任意生物交换位置，如果对方是人的话，代价就是身体器官会随机换位，持续2个小时。这灯闪得那么快，不出10秒就会亮，得赶快找到躲避物。妈的，要不是为了防止不测，再用到指南针，早把这个累赘丢半路了。恒哥，我的眼睛突然看不见了，这下怎么办？恒哥，你为什么不说话？恒哥，哥会带你出去的，别吵。恒哥，又怎么了？恒哥，你为什么一直在摸我的头？完了，不能被猕猴看见。是门。不看这个阶段已经完成了，接下来是到了不听的阶段啊！这是儿童乐园。你是第6个。你是拳击手张文义。是他。你好，我叫赵勋，叫我小陈就可以。我们一起讨论一下接下来该怎么找生路吧。这次的指引大家都应该已经猜到，不看、不听、不言。什么是指引？又是个新人。那只猕猴呢？你什么时候来的？我叫王小明，刚才喊了你们好几声，你们都没反应。我们刚才什么都没听见。我存在感有些低。颜渊，三哥，我就知道你会在下面等我。要开始第2关了。那只猕猴要砸下来了。根据文明传话，最后一个传错的人死亡。每轮游戏结束后休息3分钟。传话游戏吗？请各位玩家根据顺序从前到后排好队，后不要乱动，等待第一个人读出白板上的话传到最后。注意，游戏过程中不可随意移动。糟糕，看到的话根本无法说出来，这个怎么办？张恒为了保命，应该不会说出错的句子。至于那个红发男，我们中有8个人，
我们中有8个人。这句话根本不符合逻辑，果然被篡改了。可是真正的话到底是什么？我们中有一个鬼。我们中有8个鬼，这是赵勋的原话，我改了，这下对了吧？这就是传错话的代价。你是不是篡改句子了？我什么都没改，我发誓，我听见什么就给秃头传了什么，一个字都没动。你倒是说说，你给他到底传的什么话？我听到的和我说的都是一句话，我们中有8个人。这确实是我传给你的话，不过这依旧无法证明你没有撒谎。我听见的也是这句。张文义，白板上是不是这样写的？与其怀疑赵勋，为什么不怀疑鬼把话改了呢？我要是撒谎，就死全家。我跟秃头之前根本不认识，没必要害他吧。而且我也想活下去啊。秃头要是说对了，游戏就结束了，我费这劲干嘛？可我们现在一个鬼也没看见。各位，我们现在还剩几个人？6个。是7个。那谁？王小明呢？我在这儿，看着我。小明，你那是鬼屋的副作用吧？重点是找出生路。你们现在自己数一数，我们到底有多少人？1、2、3、6、7、8，怎么会有8个？怎么还真有8个？看看有没有谁的眼睛是闭着的。张文义出现了2次。不对，我看每个人都有时候睁着，有时候闭着。难道秃子说对了，真有8个鬼？这样，等下轮游戏时，前面传话的人微微侧身，让后面的人看清楚他有没有闭眼。小心张衡，不要透露自己的鬼物。我根本不想要这个鬼物。你为什么不说话？一个是。一个断了腿。是这样啊。一个是娃娃。不对，刚才红发男口型不像这个，到底是娃娃还是玩偶？一个是玩偶。怎么死的不是陈吉？这蠢货居然私自篡改传话。这就是你们说的鬼物。张文义，这不是你一个新人能拿的东西。张文义，把这个给我们。这个鬼物我到手就是我的了，不服可以来抢。好了，赶紧站位，第3轮游戏开始了。奇怪，上回白板写的是我们中有8个人，一个是玩偶，鬼叔出的话却是我们中有8个鬼，一个断了腿，其中有什么关联吗？早知道上一轮结束游戏了，陈吉肯定会想办法篡改的。一个没了手，这根本就是鬼话。一个孩子，你听到的到底是什么？一个是傻子，他在骗我。他传的是正确的句子。还有3个是哑巴，还有3个没脑袋，还有3个是哑巴，还有3个是哑巴，还有3个是哑巴。谢了。原来是这样，不听的意思是不要听信游戏规则。这个红发男猜到了规则不用听吗？如果有的话，他为什么不保住张衡？从这下去，应该就是不言的阶段了。这一口下去。我们中有8个鬼，一个没了腿。
腿，我们中有8个鬼，一个没了腿。别急，让我想想怎么办。张文义，你身上有没有针线之类的东西？救水也行。嘿嘿，阿爸，好玩，一个玩偶。嘿嘿，这好像是鬼物玩偶，将作用对象限制为玩偶，持续时间10分钟，代价就是使用者陷入痴呆状态半个小时，期间无任何自理和意识能力。云渊他们想出办法了，可我们没法复制。咬断舌头。有8个鬼，一个没了手，还有3个。是，那你为什么还要继续？很简单，张恒必须死。你们不是一伙的吗？不是一个部门。你不是唐琴的人吗？不是，但他的确是我上级。好了，免费回答结束。你要想知道更多，可以出去之后再联系我。我是百货公司的运营部副主管许三道。难道那个帖子说的就是小新百货公司？没想到这个组织运行了这么长时间。我要走了，还有什么要问的吗？那个娃娃是你的吗？公司财产，不过现在归我长期持有。我可以看看吗？我没见过几个鬼物。别想对我使用，不然你可要痴傻半小时。你利用钢笔改写命运，就是为了让那个布娃娃把这个猕猴变成娃娃吗？不然呢？只要胆子大，猴子也能带回家。鬼物三不猴，极高程度加强视听功能，维持时间10分钟，一个玉仅可使用3次。任意感官被加强时，另一感官会完全失灵。给你找了个同伴，以后别闹了啊，安静点。这些巨像到底在这里持续了多久？玉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拉人进去的？玉的起源又是因为什么？印记进化了。你在做什么？我测试一下它会不会动。测试完了，别欺负它了。给你脸了。不知道木鱼姐姐怎么样了？唉，木鱼姐怎么样？木鱼姐姐脑袋里有颗肿瘤，很久以前就有了。杜听风去找医生商量治疗方案了。对了，你之前跟我说的那个论坛，我告诉左先生了。都打不开了，告诉他又能怎样？左先生有办法修复，他以前好像是搞电脑的，后来被优化了才开的出租车。要不我拉个群？好啊。你还好吧？我的运气一直都很好，为什么我的好运没法救回他？你带钢笔了吗？我有件事想问问的。忘家里了？你是想问那个赌局？我和那位给了我这枚筹码的人打了一个赌。你的意思是在那种鬼怪世界里，有人没有任何原因的送了你一个能提高运气的道具，他有什么目的？我不知道，他只和我打了个赌，筹码是押金。小风，这一听就是骗子，你接受了他的赌局，最后说不定连生命都会失去。你怎么这么糊涂？我知道，但我一定会接受他的赌局。他说他要和我赌这枚筹码的数值到底能不能到达无限。如果能，我最重要的人就能活下来；如果不能，就是我的性命。那人是谁 ？NPC 还是入狱者？我不清楚，我只知道他是一个戴着面具的荷官。你连他是谁都不知道，就这么轻易的答应了那个赌局？你就没想过那个给你筹码的人有可能是鬼吗？我不在乎，我只要我姐能活。怎么才能让这枚筹码的数值达到无限？你有头绪？
进化这个印记，你怎么能确定？我不确定，但只要有一丝希望，我就要赌。所以从现在开始，不管是你和菲儿谁要禁欲，我都要去。好，我们以后尽量结伴禁欲，以后难免会碰见百货公司的人。小朋友，你是不是走错门了？请问陈吉是住在这儿吗？叔叔在信上说，过段时间乌苏会来找我。难道你就是乌苏？是我。你是谁？我就是陈吉。哦，堂哥，能先让我进屋不？叔叔的儿子，叔叔什么时候结婚的？我怎么不知道？你刚才说啥？能让我先进屋不？我都在外面坐半天了。前俩字。堂哥，你是我叔的儿子，亲生的。你妈妈是谁？陈月潭。乌苏，你上过学吗？没有。好吧，你记住，陈月潭是你的爸爸，以后别再说错了。之前你爸爸说你见到我在一个河里漂流，这是真的吗？什么时候看到的？几天之前，我和爸爸搬家了，在新家的第一个晚上我才看见。我躺在床上，就看见你和几个人坐在一个船上漂流，还往河里扔垃圾。躺在床上看见？你是说做梦？不是，我看得很清楚，哥哥你在河里漂流，还有2个姐姐，一个叔叔。触感温热，和普通孩子没什么不同。有人来了。谁家小孩？他是乌苏。你爸爸妈妈没跟着一起来吗？爸爸走了，我没有妈妈。乌苏，你妈妈去世了，这么大的事，你怎么一句也不提？不是你说陈月潭现在是我爸爸了吗？那我当然没妈了。等等，乌苏，你几岁？6岁。我叔叔7年前就去狱里了。乌苏，你之前亲身去过那条河吗？你说的就是玉河吗？我和爸爸先从渡口出来，再坐船过了那条河。你在哪出生？之前在哪生活？乌苏不属于现实世界。狱里面的人能出来吗？你叔叔他和谁生了这个孩子？我困了。你等会儿，哥哥还有件事想问你，你的妈妈到底是谁？我都说了，是陈月潭，我记得一清二楚。那一天，我听见……哪一天？我和爸爸搬家的前一天啊，我听见有人在对我说：“你该出来了。”但是我被困在一个地方，很黑，湿乎乎的，我什么也看不清楚。于是我就问：“你是谁？”那个声音说：“他叫陈月潭。”然后呢？我使劲的想出去，可是我一动就听见他在惨叫。接着他就告诉我说：“让我别动。”我听见刀滋啦滋啦的声音，还有股血的味道。然后呢？然后我就被拽出去了。出来后，他就让我直接喊他陈月潭，还给我起了个名字乌苏。你是人还是鬼？他是你叔叔那一次狱的生路，你只要知道这个就够了。你和我一起去。行。你们约在哪里？普新区的一家咖啡馆。不过最终目的地是另一家电影院。到时候得麻烦你在旁边帮我看着。如果有异常，就给我发消息。没问题。有必要吗？目的地换来换去，害我在咖啡厅等你老半天。你找我到底想说什么？这是公司内部的鬼物清单，发现了吧？这些鬼物最高也就是 B 级。不是我不透露更高等级的鬼物，而是我有权限查阅的资料表里根本没有。只有公司的高层才有权利持有 A 级甚至超 A 级鬼物，因为只有 A 级往上的鬼物才有进化为幽界的可能。幽界是什么？
是鬼宿印记进化到第3颗星和第4颗星之间时才会随机出现的能力。幽界象域又不是域，是将一种鬼物和自身完全绑定之后，借用鬼物的能力形成的一小片空间，就像是你在做梦，但是这个梦的规则由你来定。这有什么用？你就没有想过，精神病院里怎么会出现一只鬼吗？幽界可以在现实里使用。唐琴已经进化到第3颗星了，他有幽界？这倒没有，所以他才会这么想要抓到你。为什么？唐琴不知道从哪儿弄到一份绝密档案，他看完之后才忽然展开对你的抓捕行动。这个行动高层中只有他的老师知道，但他的老师具体对此是什么态度，我就不清楚了。唐琴的目的很有可能是事成之后想向上邀功，晋升后换取 A 级鬼物的使用权，以此开启幽界。那个顶替你妈妈的鬼也不属于他，根源应该是他老师的幽界。为什么和我说这些？因为我是一个没有道德感的人，我为公司做事，但我没有必要对他们忠诚，而且我也想开启幽界啊。你想取代唐琴？所以，我们来谈谈合作吧。我知道了，至于合不合作，等我考虑一下。所以你想跟他合作？对大家都有利，何乐不为？先回去吧，我们该准备参加下一个域了。陈吉，你会答应的。